Hello，这里是多伦多小鱼看房，我是小鱼。2021年一季度，多伦多房地产市场的热点已明显从近郊的老破小向近郊的老破大和远郊的新房蔓延。近郊的老破大主要包含的是可重建的宅地，远郊的新区在2017年下跌中是受创最重的，如今也涨回了当时的最高价。房地产界有句名言，房价长期看人口，中期看经济，短期看货币。关于人口、经济和货币的变化趋势以及可能带来的多伦多房产变化，大家可以参考我在今年1月份发布的3个多伦多房市大崩盘系列。大崩盘1，拜登继位对多伦多房价的影响；大崩盘2，谁在决定多伦多的房价；大崩盘3，崩盘的结局。在这里，我仍维持2021年多伦多房价不会跌反而大涨的结论。地球老大和老二的阿拉斯加会谈以一句我们不吃这一套战场，预示着老大仍没有放弃空手套白狼的幻想。老二顶着腰杆说，没有实质性的利益交换，别想让我接盘。两者的经济对抗看不到任何缓和的迹象。中国以伊朗的25年经济合作协议，人民币结算的石油换基建，更是表明短兵相接的经济战已经打响。老二不接盘，以沙特为首的产油国也在其幺蛾子不想接盘。老大的 1.9 万亿纾困款和后面的2万亿基建款，有谁能来接盘？有钱人都不接盘，只有美联储强行发债，引起的必然结果就是美元贬值，世界性通货膨胀抬头。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只有老二和老三联合起来对抗老大，才能维系三足鼎立的存在。但现在老三却希望联合老大去干掉老二，这事情就大条了。老二凭实力只会轻易低头，于是大家只好进入你死我活的最后游戏。后面各国显然将会基本打光手中的子弹，全球经济逐步进入北刀子进红刀子出的残酷白刃战阶段，谁也避免不了被人戳上一刀，只看谁更像铜碗豆，谁能熬到最后而已。最差的结果就是形成经济北约对经济华约，那时还有老三什么事？这次美元才涨了不到5%，土耳其就已经翻车，如果下次涨10%甚至20%呢？谁会是下一个经济崩盘的？巴西和印度怕是在劫难逃，然后是澳大利亚。加拿大虽然会晚点轮到，但一定不会缺席。既然走上了经济对抗的路，那么窟窿就必然会越来越大，没有一个大体量的经济体崩盘，谁也填补不了这个窟窿眼。多伦多房地产的大坑依然在前方等待。现在的多伦多房地产犹如在刀尖上跳舞，疫情期间的老破小区主演了前半段，悄然间豪宅和 condo 也已经走出底部。2季度旧力余城，新力未发，房市将进入相对平静期。但随着疫苗的逐步到位，4月的封城很可能是这次疫情的最后一次了。只要学校复课，商家营业，疫情期冰封的 condo 和2017年跌下来还没起来的豪宅，很可能逐步取代老破小 house， 成为后半段的表演主力。这时候，即使是你实力到不了投资豪宅，那也要将眼光从老破小转向 condo， downtown 的 condo 或系列开发的 condo 楼花了。像康考的6月份入住的 Lakefront、Lake Shore
开发商手里面还有余盘，只需要5%的定金，外加5%降价的事情，怕是很快就会没有了。等大家都表演 Heist， 游戏就该戛然而止。虽然谁也不知道具体是哪一天，但肯定不会是今年。大体上在明后年某个时间，大家都高潮时是不会错的，就像2017年3月曾经发生的那样。你现在进入房地产市场，要么准备在刀尖上跳一次舞，在大跌前顺利套现，要么得等渡过大坑，等市场再起来。渡过大坑后，由于多伦多的人口构成，年轻人住downtown，中年人住远郊，老年住近郊 condo， 决定了downtown的 condo 还会因为中心地段债主辉煌，而老破小仍会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再度成为被遗忘的角落。